到底什么来头？白素贞，修炼700年的白蛇，200年道行的青蛇精小青化身妖艳媚姬，出手教训了一个见色忘义、欺负自己娘子的臭男人，却被已经修炼700余年的白蛇精白素贞阻止。小青怪白素贞多管闲事，执意出手要与他斗法分个高低。白素贞本不愿与这只有200年道行的小青一般见识，然而小青却不依不饶，施展出了刚刚练成的行雨之法，导致西湖水漫大堤，淹没了岸边的钱塘县无辜百姓。白素贞见状大惊，一掌拍出，将小青困在了水面荷叶之上，随即便飞身抢救无辜落水的百姓，接着又施法将大水回流到了西湖之中。白素贞，我技不如人，随你处置好了。白素贞弹指祭出一张银色巨网，缠住了小青。她私自行雨，已然犯下了天理难饶的大罪。白素贞为了惩罚她，也是为了保全她的性命，直接挥手将她镇压在了西湖湖底。莲花满湖之日，就是你小青出世之时。白素贞进入钱塘县城施法，恢复被大水冲击的一片狼藉。观音菩萨却突然出现在白素贞的面前。原来是观音菩萨感念白素贞今天治水有功，因此特来点化她如何修炼成仙。观音菩萨首先给了白素贞一颗火符仙丹，除去了白素贞体内的妖邪之气，接着又指点她想要成仙，应该先去剑冢求取一柄仙剑。白素贞依照观音菩萨指点，来到了紫金浩渺山的剑冢，面见华阳真人求取那把汇集千百年日月精华的白蚁剑。可谁曾想，华阳真人竟然直接拔剑与其动起手来。白素贞无奈只好挥剑抵挡，两人缠斗数百招，最终还是白素贞技高一筹胜了华阳真人，顺利得到了白蚁剑。而华阳真人更是将白蚁剑的姐妹剑青红剑倾情相赠。就在此时，观音菩萨再次现身点化白素贞，告诉她对西湖底下的青蛇还有承诺在身，待300年后莲花满湖之日，青蛇出世之时，白素贞将一切俗事全都了结后，就到半步多客栈等着。到时观音菩萨自会现身度化白素贞成仙。半步多，时光荏苒，岁月如梭，300年的时间转瞬即逝。白素贞一约再次来到了西湖岸边，今天便是莲花满湖之日，青蛇出世之时。可是就在白素贞刚刚放出小青的时候，她却突然感应到附近有同类落难，连忙飞身离开前去查看。不远处的山林中，大和尚法海脚踩禅杖，手拿紫金钵，正在马不停蹄地追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参精。可这老人参精实在太过滑溜，纵身一跃钻进地底下就不见了踪影。法海不甘心地口诵佛号，收回禅杖，却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凉亭中传来阵阵妖气。法海二话不说，飞身而起，祭出禅杖一杖顶在了小青光滑的小肚子上，直接将她打飞了出去。我以为是何方妖孽，原来是条小青蛇啊！法海挥动禅杖，纵身上前与小青动起手来。可是小青哪里是法海这得道高僧的对手，不过几招就被打成了滚地葫芦，危在旦夕。幸好白素贞及时出现，打退法海，救下了小青。白姐姐，她要杀我！现在知道叫姐姐了。法海利用自己的法眼看出了白素贞乃是千年白蛇精，但同时也发现她体内的妖气已经尽除。虽然法海怀疑白素贞是受到了神仙点化，可他还是秉持着除妖务尽的基本原则，飞身上前与白素贞动起手来。两人法力相当，谁也奈何不了谁，最终斗了个旗鼓相当。白素贞将观音菩萨点化自己之事详细说来，并将在剑冢求剑时得到的一串佛珠送给了法海，希望他可以饶过小青一命。法海吃人手软，拿人嘴短，况且在佛珠上也确实感应到了充沛的佛气，最终放过了白素贞。小青继续去追杀那老人参精。小青感激白素贞对自己的救命之恩，白素贞与其结为了金兰姐妹，并将青红仙剑传给了她。姐姐在上，受妹妹一拜。姓子名谁？啊，许仙，许配的许，神仙的仙。许仙在落水镇结识了刀客大胡子，并且莫名其妙的就欠了他8两银子。晚上，大胡子带着许仙想要进入半步多客栈投宿，恰好遇到了对老人参精紧追不舍的大和尚法海。正找不到路的两人连忙照瓢画葫芦，从客栈老板那里要来引路登陆，终于成功进入了半步多客栈。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居然会穿墙之术啊！另一边，白素贞带着小青也来到了半步多客栈，等待观音菩萨现身度化自己成仙。要说这半步多客栈可不是普通的地方，这里乃是3界之间的夹缝，连通着人神魔3界，因此人神魔鱼龙混杂，混乱不堪。深夜时分，小青身体不适出门小解，但是回房间的时候却找不到自己的房间了。小青小心谨慎地探头寻找房间，却意外听到了落水镇龙王夫妇之间的密谋。原来龙王气愤落水镇的百姓只拜观音不拜自己，于是直接连续3年在落水镇低语未讲，害得整个镇子方圆500里内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今日玉帝又命令官带着令牌来催促龙王为落水镇行雨，但龙王却再次推脱大病不愈，躲到了这半步多客栈。小青回到房间，将听来的一切全都告诉了姐姐白素贞。白素贞虽有心救落水镇百姓于水火之中，却苦于没有行雨令牌，无法施云行雨。却没想到小青早已将那行雨令牌偷偷拿来，姐妹二人当即决定为落水镇的无辜百姓替天行雨。另一边，许仙半夜醒来，房间内却不见了大胡子的踪影。许仙担心之下，点燃蜡烛外出寻找，意外看到大胡子从客栈老板手中接过一个神秘包裹，随即抬头时又恰好看到了白素贞和小青飞身而过。许仙眨了眨眼，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正要转身回房间，却又遇到了那个被法海紧追不舍的老人参经。老人参经让许仙帮忙隐瞒自己的下落，随即便嗖的一下躲进了旁边山洞墙壁的夹缝中。可是许仙从来都没有说过谎话，但他也不愿违背对老人参经的承诺失信于人，只好希望法海不要让自己为难。法海听后以金刚禅杖杵地，老人参经顿时被吓得再次飞身而逃。法海看出许仙乃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警告他这妖气纵横的半步多客栈不是他能来的地方，最好还是赶快离开这里。许仙心惊胆战地回到房间收拾东西就要离开，却翻出了大胡子神秘包裹中藏着的观音。大胡子正不知道该如何向许仙解释的时候，自我催眠大师许仙反倒抢先替大胡子想好了说辞。你是捕快。许仙以为大胡子是跟他姐夫一样的府衙捕快，大胡子却笑了笑说，虽然他的师傅也算是个捕快，但他却不抓人，只抓那些为祸人间的妖魔，而这观音就是他师傅的捉妖法器。1年前他师傅捉住了一只1000年的紫福精，这个畜生苦苦哀求大胡子的师傅放他一条性命。大胡子师傅一时心慈手软放过了他，可是谁曾想那紫福精竟然恩将仇报，就在这半步多客栈谋害了大胡子师傅的性命。如今大胡子来取这观音，也是希望能继承师傅的遗志，继续替天行道，斩妖除魔。1000年紫福精。雷公电母听令。哦，姐姐，真的是雷公电母啊！白素贞和小青纵身飞上云端，挥动手中的行雨令牌召唤雷公电母，开始施云布雨。天地间顿时电闪雷鸣，绵绵细雨如丝般滑落。而另一边，法海找到许仙，打算强行带他离开半步多客栈。3人走在返回人间的小路上，心想外间落水镇的无辜百姓终于有救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场大雨竟然越下越大，甚至逐渐开始演变成了一场洪灾巨海。大和尚法海意识到不好，连忙飞上云端施法之雨，恰好看到了同样正在全力施法之雨的白素贞和小青。原来是小青见到姐姐白素贞利用行雨令牌指挥雷公电母施法降雨，觉得好玩之下，就拿过令牌亲自上前召唤雷公电母。雷公电母，你们现在行雨要多多的下，最好是下个100年、1000年的。小青兴奋之余已然忘记了龙王夫人所说令牌只需亮3次即可，而现在她自己都不记得亮过多少次行雨令牌了。白素贞看着降雨越下越大，意识到不好，连忙和小青全力施法治雨。可是这等天地伟力，又岂是他们2只蛇妖可以轻易阻止的？而且眼看天光放亮，半步多客栈即将关门，白素贞无奈只能带着小青匆忙赶回半步多客栈。可是来到大门前，半步多却是早已大门紧闭。白素贞非常懊恼，跪地潜心祈求观音菩萨可以显灵拯救落水镇的无辜百姓。随着一道亮光闪过，观音菩萨果然现出身形。他此来本是要度化白素贞成仙，可是白素贞和小青好心办坏事，惹下如此滔天大祸，气得玉帝吹胡子瞪眼，派出天兵天将四处捉拿他们。观音菩萨也没办法，只好让白素贞和小青先回魔界等通知，随即就消失不见，去治理落水镇的大水了。另一边，许仙正要离开时，与赶回来的白素贞和小青擦肩而过。许仙顿时如同丢了魂一般，拉着大胡子急匆匆赶回半步多寻找白素贞和小青，恰好看到他们2人化作2道红光消散在夜空中。许仙还以为他们是被大风给卷走了，还是大胡子见多识广，知道那是法术，并且也从口袋中掏出2张神符贴在了许仙的身上，随后便做法带着许仙消失不见了。然而结果却……有没有人呐？救命啊！不久后，一位老船夫摇着桨路过这里，许仙和大胡子连忙大声呼叫，可是老船夫还要去半步多接2名女客，实在有些不方便，只好暗中将许仙和大胡子藏到了船底的暗舱之中。而老船夫要接的2名女客正是白素贞和小青，送他们2个回魔界等待观音菩萨的消息。这个地方，我早晚会回来的。不知道过了多久，老船夫终于将船摆渡到了魔界之中。白素贞看着熟悉的魔界，百感交集，没想到为了成仙，苦苦等待了1000年，最终却绕了一个圈子，还是回到了这里。白素贞和小青感谢了老船夫的相送之情，转身正要回到自己的洞府，那老船夫却忽然说白素贞落下东西了，随即便一踢船帮，将躲在底层的许仙和大胡子甩了出来。
许仙爬起身来四处观瞧，转过身来看着娇艳秀丽的白素贞，顿时傻傻的呆住了。小青转头询问老船夫这两个人是谁，这才发现老船夫竟然早已穿过魔界大门消失不见了。你是谁啊？小生姓许名仙，许配的许，神仙的仙。你是谁啊？小生姓许名仙，许配的许，神仙的仙。许仙和大胡子搭了个船，竟意外来到了魔界，而且老船夫把他们丢给了白素贞后，马上就转身撒丫子跑没了影。白素贞猜出了许仙和大胡子乃是人类，于是将他们两个带到了魔界界衙门外等候。他和小青找到界衙的门官，希望他能打开魔界大门，放许仙他们两个出去。可是魔界大门一天只准开一次，今天无论白素贞他们有什么急事儿都出不去了。而且明天乃是黄道吉日，魔道圣君的妹子要出嫁，整个魔界将会大门紧闭，连续庆祝3天，谁都不能离开，天天都不能，到底什么时候能放人？你干什么你？这么凶！白素贞连忙呵斥小青万万不可造次。那魔道圣君一向喜欢采人阳气修炼法术，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我们误带了2个人回来。最终在白素贞知趣的送上一瓶5毒散之后，门官这才告诉他们3天后53刻，界官换班时会有1炷香的时间打开魔界大门，你们就趁此空档找机会出去吧。白素贞听后高兴的连连道谢，打算暂时先将许仙和大胡子带回自己家住上3天。可是等他和小青回到界衙大门前的时候，许仙和大胡子却早已不见了踪影。原来就在刚才，许仙和大胡子正等的百无聊赖之时，一对九尾妖狐祖孙俩闻到了他们2个的人味，悄然而至。虽然大胡子的镇妖灵感应到了有妖精靠近，但措手不及的2人最终还是受到狐妖的魅惑迷了心智。我是好孩子，我奶奶病得很重。九尾妖狐将许仙和大胡子带回狐妖洞府，准备吸食他们的阳气修炼法力。可是大胡子满嘴口臭，熏的老狐狸差点把昨晚的夜宵吐出来。还是细品嫩肉的许仙吸起来比较过瘾。危急时刻，白素贞和小青终于及时赶到，拦住了九尾妖狐。两边各自放出狠话，却是谁也不服谁，终究还是忍不住刀兵相向，动起手来。白素贞手持白蚁仙剑，轻松制服了九尾妖狐。但是九尾妖狐也撂下了狠话，警告白素贞，恐怕魔道圣君早已闻到这2个人的人味儿，到时候他亲自来找你要人，看你的白蚁仙剑能不能救得了他们。这九尾狐只是刚开始，希望我们能平安度过这3天。白素贞吐出火符仙丹，输送真气救治失了阳气的小鲜肉许仙，而老腊肉大胡子就比较惨了，直接被小青的还我票票拳打得清醒过来。果然还是颜值决定一切。白素贞告诉许仙和大胡子3天之后才能离开这里，让他们跟着自己和小青先回白府暂住。大胡子听后稀里糊涂的满脑袋问号，而许仙却是不管不顾，拿起背包颠颠的就跟了上去。一行4人用不多时便来到了白素贞的白府，而这里清新淡雅的环境也是看得许仙目瞪口呆。不知姑娘尊姓大名？白素贞。白素贞。就这样，许仙和大胡子就暂时住在了白素贞的洞府，而许仙肯定是非常开心的，就连吃饭的时候都目不转睛的死死盯着白素贞不放。我们好好的招待人家，人家却不懂好好的回报我们，居然起了色心。许仙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礼之处，连忙开口解释，原来他只是好奇白素贞和小青居然连筷子都不会用。接下来许仙就筷子的发明发展使用礼法，展开了至少1万字以上的长篇大论，直接烦的白素贞丢下筷子，饭也不吃就回了房间。我告诉你，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白姑娘，不知道你休息了没有？我是特地来跟姑娘你道歉的。小青服侍白素贞沐浴洗澡，许仙犹犹豫豫地来到窗外对白素贞道歉，呆头呆脑的样子惹得白素贞和小青2姐妹嬉笑连连。可是等许仙道完歉离开之后，白素贞正感慨许仙与其他男人不一样之时，却突然大叫一声不好，慌忙跳出浴盆，随意的穿上衣服，连鞋也来不及穿就冲出了房间，来到院中。原来是魔道圣君闻到了许仙和大胡子的人味，前来要人。姑娘，有客吧？只是2个远房的表亲。魔道圣君本想强闯进房间搜查，但白素贞也是魔界内有名的大妖，实力不容小觑。魔道圣君不想2败俱伤，只好暂时拱手告辞。不过临走前提醒白素贞莫要忘了明天定要来参加他妹子的婚礼。白素贞慌里慌张地跑回房间，却正好与听到动静赶来查看的许仙撞到了一起。这是2个人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你们家乡的规矩，离姑娘说话这么近的吗？许仙意识到失礼，惊慌失措下险些跌倒，幸好白素贞伸手将他拉了回来。不过却也让许仙感觉到了白素贞的手冷得就像冰一样。白素贞连忙松开了许仙的手，以自己从小生了怪病，身子起冷搪塞了过去。但许仙却是将白素贞的这个怪病紧紧记在了心里。回到房间后，就不断的翻找医书，想方设法的希望能够治好白素贞的怪病。第2天，白素贞利用白蚁仙剑在洞府中布下了9981道剑符，
随后便依约前去参加魔道圣君妹子的婚礼，只留下小青在家中看着许仙和大胡子不让他们乱跑。但是百无聊赖的大胡子却听到府外不断传来热闹的礼乐之声，还有他心心念念的大肉包子和美酒的香味。大胡子听得实在心痒难耐，当即央求许仙去找借口支走小青，自己一个人偷偷溜出来，想要喝点酒吃点肉，却不想正好听到隔壁桌的客人在谈论白素贞这个千年蛇妖要将自己和许仙献给魔道圣君的事情。大胡子意识到不好，赶紧找借口尿遁逃走，回到白府拉起许仙就要带他离开这里。不可能，她长得那么美，怎么会是妖呢？不管大胡子怎么说，许仙都不相信白素贞是妖精。大胡子无奈只好迷晕了许仙，打算将他强行带离这里，并且挥动断刀施法破解了白素贞布下的9981道剑符。可是就在下一秒，魔道圣君便闯了进来，拦住了大胡子和许仙的去路。原来这魔道圣君就是害死大胡子师傅的那个千年紫符精，而大胡子在酒肆中听到的那些话，也全都是魔道圣君设下的障眼法，为的就是骗大胡子破掉剑符，走出白府。许仙和大胡子就这样被魔道圣君关到了水牢之中，而许仙直到现在依然不相信大胡子所说白素贞是妖精的事情。我不相信你说的话。我法海有生之年，见妖擒妖，遇魔除魔。白素贞回到家中，发现不见了许仙和大胡子的踪影，马上就意识到两人肯定是被魔道圣君抓走了。为了能够救出许仙和大胡子，白素贞缠住魔道圣君与之打在了一起，而小青则暗中盗走魔道圣君的通关令牌，并且来到水牢将许仙和大胡子放了出来。随后在为他们两个指明出城的方向后，便飞身回去帮助姐姐白素贞。此时白素贞与魔道圣君已然大战多时，白素贞终究不是魔道圣君的对手，被其打伤危在旦夕。许仙看到这一幕，顿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2行真情泪。这真情泪随风飘散，恰好滴落在了魔道圣君的魔剑上，而魔剑瞬间变化为飞灰，随风飘散。魔道圣君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满脸懵逼。白素贞则趁此机会一剑刺出，直接贯穿了魔道圣君的身体。几人见状大喜，连忙上前扶起受伤的白素贞，打算就此离开。可是重伤的魔道圣君却又突然飞出，紧紧抓住了许仙。混乱中，大胡子师傅的降妖观印从包袱中掉落，白素贞强忍着疼痛捡起来丢给了许仙。许仙慌乱中扭身，直接将观印盖在了魔道圣君的胸口上。魔道圣君不敢相信地看着手无缚鸡之力的许仙，随即便在无尽的悔恨中魂飞魄散，形神俱灭。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许仙和受伤的白素贞进入了事先准备好的轿子，随即大胡子和小青抬起轿子，便急匆匆地赶往魔界大门。可是就在他们几人马上就要冲出魔界大门之时，老人申金却突然从大门外冲了进来，与大胡子撞在了一起，接着就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白素贞救命。原来老人申金已经被大和尚法海追了整整7天7夜，而且还不等老人申金详述这几天的悲惨遭遇，大和尚法海就已经手持紫金钵也从魔界大门冲了进来。阿弥陀佛，谁人敢阻止我捉妖？白素贞上前质问法海，那老人申金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你又何必对他赶尽杀绝呢？然而法海今天不仅要收老人申金，更是要将白素贞、小青也一网打尽。我法海有生之年，见妖擒妖，遇魔除魔，只分正邪，不论善恶。白素贞见怎么都说不动法海，无奈之下只能拔出白羽仙剑与之打在了一起。法海的法力在这魔界之内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即便是白素贞已经身受重伤，他也久久难以拿下。法海祭出紫金钵与之融为一体，想要将白素贞收入其中，然而白素贞却仅仅是一挥袍袖，便将法海打飞了出去，随即便转身向着魔界大门之外飞去。法海起身刚想去追，九尾妖狐祖孙俩突然出现，一棒子又将法海打飞了出去。原来是这祖孙俩闻着法海的人味，又出来打牙祭了。白素贞终究还是不忍心看着法海丧命于此，于是纵身回来，一击打退九尾妖狐，拉着法海就钻进了轿子中。和尚师傅也来了，轿子里地方小，小心伤着自己。法海虽然才刚刚被白素贞救了性命，可是他想要除掉白素贞这个千年蛇妖之心依然不死。此时魔界大门即将关闭，轿子底下的老人申金见这法海实在太不知好歹，气愤之下直接钻进轿中，一把将法海拉了出来，打算将他留在魔界之中，与其同归于尽。别管我了，你们快走啊！那和尚恐怕告诉你，我们2个是妖吧？没有，和尚没有说你们是千年蛇妖。白素贞、小青带着许仙、大胡子终于再次回到了半步多客栈。然而就在他们落座准备吃饭的时候，却赫然发现那大和尚法海竟然也离开魔界来到了半步多。白素贞当即明白了，法海想必是法力无边的得道高僧，而且这一次肯定是冲着他和小青来的。小青听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让半步多客栈老板端来一碗素面，又偷偷在面中掺杂了一大团辣椒，这才让客栈老板端给法海，说是客栈赠送给他吃的。
法海没有丝毫怀疑，端起碗来就吃，结果下一秒就被辣得丢了筷子，摔了碗，大声地咳嗽了起来。许仙，你少管闲事！心地善良的许仙捡起了落在地上的筷子，拿过一个馒头送给法海，希望法海能化干戈为玉帛，以后不要再难为白素贞和小青。法海一把拉住许仙，询问他难道不知道白素贞和小青全都是蛇妖吗？可许仙却直接斥责法海这是胡言乱语，血口喷人。不管法海如何警告许仙，白素贞体寒如冰，乃是千年蛇妖。自我催眠大师许仙总是会找到各种借口理由为白素贞和小青辩解。法海见许仙如此执迷不悟，索性直接拿出一幅观音图，让许仙偷偷将其挂在白素贞的床头。只需3个时辰，那白素贞自会现出蛇妖原形。然而许仙根本就不想要这什么观音图，但法海却强行将观音图塞进了许仙袖中。小青见许仙在那边与法海交谈甚久，当即起了疑心。那和尚恐怕告诉你，我们2个是妖吧？没有，和尚没有说你们是千年蛇妖。白素贞听后当即有些不悦，觉得许仙这是故意在为法海掩饰，而许仙心中反而更加慌乱了。我要是心里真觉得你是妖，就让我天打雷劈！白素贞站起身来嘲讽许仙不必如此口是心非，随即便被气得直接拂袖离去。晚上许仙回到房间后，还在想着白素贞莫名其妙地对自己生气，他的身后却突然传来一对老夫妇的说话声。老夫妇自称乃是筷子仙，就是许仙捡回来的法海掉在地上的那对筷子。如今许仙的口水沾到筷子上，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主人，他们可以帮助许仙达成他的一个愿望。许仙听后当即高兴地向他们讨要一张可以治好白素贞体寒之症的药方，这样那大和尚法海就再也没有理由说他是千年蛇妖了。抄好观音心经，这白纸自然就变成药方了。许仙听后当即高兴地将法海塞给他的观音图丢了出去，随即便打算开始抄写观音心经，却不想那观音图正好被小青路过捡了去。他知道观音菩萨对姐姐白素贞有点化之恩，因此拿来送给姐姐讨她高兴。可是不知何时，观音图上的观音菩萨已然不见了踪影，只有他身边的除魔童子屹立在莲台之旁。但白素贞还是非常虔诚地将观音图挂在床头，开始参拜。可是没过多久，小青就捂着脑袋痛苦地哀嚎惨叫起来，觉得有人在他耳边不断地念经，扰得他心慌。白素贞睁开天眼便查整个半步多客栈，却不敢相信地发现是许仙在抄写观音心经。他正要冲出去阻止许仙，却被观音图中的除魔童子现身拦住去路。大胆蛇妖，何故跑到这里作乱人间？原来只要有人念起观音心经，就预示着必有妖魔作乱。而今天观音菩萨恰好离开，前往瑶池参加蟠桃盛会，临行前让除魔童子带他收妖，绝不轻饶。如今2位除魔童子也不听白素贞解释，直接祭出了观音菩萨留下的玉佛珠，向着白素贞打去。白素贞不敢还手，害怕误伤了2位除魔童子，竟硬生生地承受了108颗玉佛珠的冲击，最终被打得身受重伤，精气四溢，只需1天1夜的时间便会魂飞魄散，形神俱灭。你们害了我们2姐妹，竟然还有脸找到这里来了！许仙看到重伤垂死的白素贞，悲痛欲绝，悔恨万分地跪了下来。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好意竟然害得白素贞变成这副模样。就在这时，那对筷子仙老夫妇因为愧疚再次现身，向几人详细讲述这一切全都是法海设下的一仆二主的阴谋。原来筷子仙老夫妇的前主人法海早就在许仙之前许下了愿望，法海的师父生前给他留下了3件降妖除魔的法宝，分别是紫金钵、观音图和追魂杵。但是法海虽入佛门，却始终未悟佛缘，故此法海的师父就在这3件法宝上用尘封咒禁锢了他们的法力。不过法海恰好发现许仙竟是佛缘深厚、具有慧根之人，于是他就设下了这一仆二主的阴谋，由筷子仙蛊惑许仙抄写观音心经，助他解封那3件除魔法宝。你们可都是神仙呐，怎么可以助那个和尚去胡乱伤人呢？小青、许仙、大胡子全都跪在地上求他们2个想想办法救救白素贞，但是筷子仙老夫妇也不知道该如何解救白素贞。不过他们还是指点许仙，也许可以去找半步多内的老九仙问问。许仙和大胡子在赌场门口成功找到了老九仙，而老九仙也不愧是半步多白小生，果然知道救治白素贞的办法。他先是将帮助自己延年益寿的铁树仙果送给了许仙，接着又带他来见铁树仙人，求取铁树花作为药引。只是这铁树仙人是绝对不会为了2个凡人开花的，而且还大骂许仙为了自己的女人，硬逼一个老头子破坏千年不开花的规矩，实在太过无理取闹。她不是我的女人。那她是谁？白素贞，一个蛇妖，千年蛇妖。其实许仙第一眼看到白素贞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她是蛇妖，可是那又怎样呢？就算她是千年蛇妖，但爱情就是那么的不讲道理，爱了就是爱了。铁树仙人听到许仙明知道白素贞是蛇妖，却依然深爱她之后，顿时为之动容。
挥手间便让千年铁树瞬间开满了鲜花。原来千年前铁树仙人也曾爱上一个凡间女子，与其成亲生子。可是后来有一天，他受到神仙点化，只要再开一次花，他就可以得到成仙。铁树仙人想要成仙，却又舍不得妻儿，顿时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挣扎中。而他的妻子不愿看到丈夫每天如此痛苦，竟拉着他们的儿子一起跳入了湖中自尽来成全他。从此以后，铁树仙人便守着自己妻儿的墓，发誓永不开花离开他们。直到今天，许仙的真诚终于打动了他，铁树仙人决定与其继续厮守，不如成全了许仙这个有缘人。就这样，许仙成功救活了白素贞，而白素贞也被老九仙和铁树仙人的舍生助人所感动。他决定用体内的火符仙丹换取2张通界州船票，帮助许仙和大胡子尽快离开半步多，返回人间。只要能救他们出去，赔上命我也认了。而就在此时，另一边的半步多客栈内，无数的妖魔鬼怪全都疯了一般向着客栈内飞奔而去，只因为那大和尚法海要在此大开杀戒了。半步多本是人神魔3界的夹缝鱼龙混杂，混乱不堪。但今天这里的各种妖魔鬼怪全都疯了般狼狈逃窜，想要躲进那半步多客栈内留得一条活命。而这一切只因为解封了3件除魔法宝法力大增的法海，准备将半步多内的所有妖魔鬼怪全都除掉。妖孽，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法海飞身而起，以毛笔在虚空中画下众多除魔法印，随后便双手合十念起法咒，那些除魔法印顿时从半步多客栈的缝隙中钻了进去，如同天罚般将一些妖魔鬼怪打得形神俱灭。法海的原则一向是不论善恶，有妖必除，而且很快就发现了混乱中被遗落在客栈外的小豆子。小豆子的娘亲鲤鱼精冲出半步多客栈，想要救自己的儿子，却不过一瞬间就现出鲤鱼原形，被法海的紫金波吸了进去。小豆子哭喊着让法海还他娘亲，可法海竟心狠手辣，打算将小豆子也一起杀掉。嘿，娘亲也是你们这些孽障该叫的吗？危急时刻，幸好小青突然出现，挥剑拦住了法海。和尚，你连小孩子都不放过！要是妖，一个也不会放过！小青挥剑上前与法海打了起来，但法海却马上祭出已经解封了的追魂杵，而小青终究还是道行太低，被那追魂杵追得上蹿下跳，最终还是没能躲得过去，被追魂杵划破了肩膀。青蛇，还不跪下来受死！法海正要上前将小青这条蛇精也一起除掉，白素贞却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法海转身不敢相信地看着完好无损的白素贞，口中不断大叫着不可能不可能。白素贞受到玉佛珠穿心之苦，早就应该魂飞魄散了才对。我虽然是妖，却受过观音菩萨点化，离正果只差一步。说着，白素贞就一巴掌将法海扇飞了出去。法海被气得举起紫金钵，想要将白素贞收入其中，但怎奈根本不是白素贞的对手，被其一挥袍袖就将紫金钵卷住抢了过去，将困在里面的一众妖魔鬼怪全都放了出来。小豆子的娘亲鲤鱼精连忙紧紧地把儿子搂在了怀里。法海不死心，再次祭出追魂杵，想要将鲤鱼精母子俩打得魂飞魄散。白素贞见状大惊，连忙纵身上前，用手中白蚁仙剑拦截。可是虽然他成功将法海的追魂杵打落损坏，但他自己手中的白蚁仙剑也断成了2截。白素贞斥责法海人妖不分，连5岁的孩子都不肯放过，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佛家弟子。法海听后当即大怒，觉得白素贞在骗自己。小豆子在他的法眼中明明就是一只小妖孽。白素贞笑了笑，也不再辩解。放眼只要法海能收得了小豆子，他和小青就自愿走进法海的紫金钵中被其收服。随后安慰了一下小豆子，便让他放心地走到了法海面前。法海当即祭出紫金钵，散发金色佛光，想要将小豆子收入其中。然而小豆子沐浴在金色的佛光中，始终纹丝不动，微笑以对。紫金钵却在法海的手中不受控制般掉在了地上。不可能的，我的法眼不会骗我的。小豆子微笑着告诉法海：“你真的搞错了，虽然我娘是妖，但我爹却是个人，而我也是我娘10月怀胎所生的一个普通人类。”就这样，天降雷霆打瞎了法海的双眼，让他从此以后变成了一个瞎子。或许这就是上天对他虽有法眼却善恶不分的惩罚吧。我娶了你，你不就是我娘子了？许仙终于忍不住向白素贞深情表白了，只因为明天他和大胡子就不得不乘坐通界舟离开半步多，而且白素贞告诉他离开的时候会经过一座无情锤阵，被无情锤击中后，许仙就会把在半步多发生的事情全都忘掉。许仙早已深深爱上了白素贞，他不愿忘记半步多，更不愿忘记白素贞，所以他忍不住对着白素贞深情表白，希望她能跟自己一起离开这里。只要我在宝芝堂好好干活，我就一定能养活你和小青姑娘。你养活我和小青？我是你什么人啊？为什么要你养活？我娶了你，你不就是我娘子了？
虽然许仙明知道白素贞是一条千年蛇妖，但他对白素贞的爱早已超越了物种之间的隔阂。可是此时的白素贞一心只想修炼成仙，还不懂得人间的男女情爱。虽然许仙的表白让他很是感动，但他终究还是在无言中拒绝了。直到鲤鱼精红姑一家人的出现，鱼七郎为了鲤鱼精和孩子，决定以后永远留在半步多，不再返回人间。这让许仙对白素贞的爱有了更坚定的想法。比起失去亲人的痛苦，回不回家，做不做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许仙为了能和白素贞在一起，不惜要偷偷烧了离开半步多的船票。但是这却惹恼了突然出现的小青，将这船票是白素贞用观音菩萨送给她的仙丹换来的事情说了出来。你气死我了！我想留下来。既然白素贞不愿跟着自己去往人间，许仙就想跟于七郎一样，永远留在半步多，陪在白素贞的身边，甚至还编织好了他和白素贞余生在这里可以一起办私塾看星星。小青看着许仙深情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可突然出现的白素贞却直接打破了许仙的所有幻想，告诉他这里的星光早已被魔道圣君给吸走，而且果断拒绝许仙，说自己没看过星星，也不想看。他一心只为了得到成仙，不会因为一个凡人永远留在这暗无天日的半步多。可是执拗的许仙依然还是希望能给自己再争取一次机会。白姑娘，你多少给我一个机会，和我一起看完星星，你再做决定也不迟。许仙约白素贞晚上在芦苇荡见面，到时他一定会让白素贞看到满天的星星。小青看着如此执拗的许仙，觉得他一定是疯了。而白素贞虽然嘴上说着自己是一定不会去的，但是身体却非常诚实的准时来到了芦苇荡赴约。许仙让白素贞站在那里静静等待便好，随即就在芦苇荡中疯狂地奔跑起来。就算是一身狼狈，被芦苇刮破了衣衫，也乐此不疲。而这只是为了能让芦苇荡中的萤火虫全都汇集起来。白姑娘，你看到了吗？虽然不是很像星星，但是我已经尽力了。这极致浪漫的一幕让白素贞千年不动的心也产生了一丝涟漪，但她最终还是果断拒绝了许仙。得到成仙依然是白素贞心中唯一的向往。今晚的星星很美，谢谢你。许仙终于觉得再也无力挽留，只希望白素贞不要忘了自己的名字。可是就在许仙和大胡子登上通界州离开之后，白素贞却在房间中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只是莫名的希望能再见许仙最后一面。可她又不好意思对小青明说，最终只好让小青去告诉许仙不会忘记自己的办法。许仙，不管谁叫你，都不要回头，只要不回头，就不会被无情锤打中了。许仙听到小青的传音后非常高兴，与大胡子紧紧地靠在一起，努力不受诱惑回头观瞧。可是就在他马上踏出半步多回到人间的时候，法海却变成白素贞的样子，突然出现在许仙的身后，不断深情呼唤着许仙回头看看自己。许仙听到白素贞的声音，终究还是忍不住回了头，随即马上就被无情锤打中，脑袋晕了过去。就这样，许仙虽然成功的离开半步多回到了人间，但他却已经将白素贞忘得一干二净了。自打我第一眼见到姑娘的时候，就喜欢你了。喜欢？白素贞和许仙合力促成了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两个在石桥上再次相遇，而许仙毫不犹豫地对白素贞深情表白，大胆示爱。单纯的白素贞以为这种喜欢只是像她对小青一般的感情，但许仙却给了她一个更深层次的解答。妹妹是亲人，心疼她就像心疼自己的手足，而喜欢姑娘就像珍爱自己的性命。姑娘一日不在，生不如死。白素贞心乱如麻，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许仙，而且眼看许仙还要再进一步的深情告白，白素贞只好赶紧假装晕倒，逃避许仙的步步紧逼。姐姐，好了，别再装了，我们已经到家了。回到家中的白素贞还是想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了，但小青却在她的脸庞上发现白素贞竟然流汗了。要知道汗可是只有凡人才有的玩意儿。就在这时，百度大仙跑进来说许仙已经在大门外等了一夜，询问白素贞应该怎么处置。白素贞此时方寸大乱，心乱如麻，根本不敢再见许仙。而小青却想到了一个好点子，哎，不如乱暴打扫。心乱如麻的白素贞害怕这样下去会误了成仙的大事，于是躲在家中连续念了3天的观音心经，才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可是就在此时，月老却突然出现在了白府之中，原来是白素贞的名字已然出现在了他的姻缘簿上。月老直言，不管是人是神还是妖，只要动了情，就会自动出现在他这姻缘簿上。而且看样子，白素贞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对许仙情根深重了。白素贞听后顿时害怕地坐在凳子上，说不出话来。而百度大仙和月老却为了他应该选择成仙还是许仙争论了起来。许愿成仙，成仙，成仙，成。白素贞思虑再三后起身，打断了月老和百度大仙的争吵。
他的心中已经有了决断。为了得到成仙，白素贞最终决定服下法海留下的忘情丹，并且叮嘱小青切记以后不要在自己面前再提起许仙。不过在这之前，白素贞打算先去还了许仙芦苇荡漫天萤火星光之情。深夜时分，白素贞悄然来到许仙的房间，施展入梦之法，带着许仙来到了天际的星月宫。白素贞在这里和许仙一起包帘子看星星，而这些全都是在半步多时许仙曾经畅想过和白素贞在一起后的生活。不懂情爱的白素贞单纯的认为凡人所说的谈情说爱也就不过如此，但许仙却始终目不转睛的痴痴看着白素贞。白素贞看着傻傻的许仙，笑着问他是不是还在幻想着自己做他的媳妇。而许仙听后当即顺着杆子往上爬。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说啊。不过你长得这么丑，反正也嫁不出去，不如嫁给我算了。这话倒是把白素贞逗笑了，反问许仙要拿什么娶自己为妻啊？许仙当即有些自卑地询问白素贞是否会嫌弃自己无名无利，可白素贞一个千年蛇妖又怎么会在乎名利呢？这个回答让自卑的许仙终于有了底气，勇敢地紧紧抓住了白素贞的玉手。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他们终究还是慢慢走到了星月宫的尽头。白素贞的心中虽然不舍，却也只能一把将许仙推了下去。房间内猛然惊醒的许仙以为方才不过是黄粱一梦，却突然发现他的手中还紧紧握着在星月宫中偷藏起来的星星。许仙连忙冲出门外，正好看到了白素贞离开时的一角衣裙，他连忙穿上衣服紧紧追了上去。而白素贞见到许仙对自己紧追不舍，终于在城外的一处面摊上停了下来。而这个面摊老板正是月老。不过由于许仙带的钱只够买一碗面，也就有了你吃面来我喝汤的名场面。姑娘，你不知道，这一锅面的精华都在面汤里呢。许仙鼓足勇气将祖传的玉佩送给了白素贞，希望她可以做自己的娘子。而白素贞犹豫再三，终于还是将玉佩收了起来。做你娘子嘛，也不是很难啊。你就当我答应了吧。许仙高兴地询问自己应该何时去白府提亲，但白素贞却说自己根本不在意那些繁文缛节，只是向许仙强调此时在这面摊上我们已经是夫妻了。而许仙明显不知道妖怪界的套路太深，没有多想便高高兴兴地返回宝芝堂上班去了。白素贞，一个千年蛇妖，世上少有的美人，你喜欢她？你怎么敢？深夜时分，大胡子在街头偶遇了大和尚法海，当即拔出断刀，想要教训教训这只知正邪不分善恶的大光头。然而法海即便是瞎了双眼，也不是大胡子能够匹敌的。两人相斗不过10几招，法海就一禅杖将大胡子打退了数步。法海口诵佛号，警告大胡子自己只收妖魔，不愿与凡人动手。即便是大胡子已经将刀架到了他的脖子上，他也不再还手。但大胡子却是不管不顾，再次一刀劈下。这一刀虽然只是劈碎了法海的斗笠，却是让大胡子直接看到了法海的内心最深处。白素贞，一个千年蛇妖，世上少有的美人，你喜欢她？你怎么敢？大胡子直言法海既喜欢白素贞，却又害怕自己喜欢她，所以才会一直打着降妖除魔的借口，处处与她针锋相对。而你也是因为妒忌许仙，所以才会在离开半步多的时候陷害他。法海，一个出家人，真是一个笑话。法海本是一位得道高僧，理应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才对，可大胡子的话竟像是真的戳中了法海内心最深处的秘密，使得法海气急败坏下挥起禅杖，几招就将大胡子打倒在地，甚至更是想要对大胡子痛下杀手。幸好此时远处有菩提佛光闪现，将法海引走，大胡子这才从他的手中逃得了一命。另一边，许仙来到白府找白素贞借千年人参救治病人，却没想到此时的白素贞已经吃下忘情丹，完全不认识他了。我们认识吗？白姑娘把我忘了吗？我是许仙呐，许配的许，神仙的仙。许仙以为白素贞只是故意在拿自己开玩笑，希望他能先把那千年人参借与自己救治病人，却没想到白素贞听后竟然笑着直接下了逐客令。青儿，你就这样让人激怒你的姐姐吗？小青也害怕许仙再继续纠缠下去会唤醒白素贞的记忆，连忙将她拖着丢出了白府大门，并且还放出了家中的恶犬，将许仙赶得落荒而逃。不过白素贞虽然没有将千年人参借给许仙，却在深夜中亲自现身施法治好了那位病人。不死心的许仙第二天再次来到白府找到白素贞，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让白素贞这样对他。明明前一天还在谈婚论嫁，现在却直接被当成了陌生人。然而白素贞却笑了笑说，她对待外人一向如此，就算她曾经对许仙有过什么承诺，那也不过就是些玩笑话。如今她已经有了别的心仪之人。你自以为是，总以为天下的女人都爱你，我就偏偏不领你的情。说罢，白素贞还将许仙送给自己的玉佩随手塞到了他的手中，而许仙就这么呆若木鸡般任由玉佩掉到地上，摔成了两半。惨遭白素贞无情拒绝的许仙心如死灰，自此整个人变得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吃面条夹起来送到嘴边半小时一动不动。打包药材的时候包了拆，拆了包，来来回回180遍，甚至还在下着大雨的时候到院子里晾衣服。我要看星星。白素贞终究还是不忍心看着许仙如此颓废下去，于是，在万香楼中以3杯酒向他致歉，并且告诉许仙自己实在有难以说出口的苦衷，无法接受许仙的感情。却没想到大直男许仙再次当场深情告白：我爱你。那我问你，你有多爱我？爱到不能再爱，爱到可以为你死。白素贞听后，为了能让许仙对自己彻底死心，于是就让他去跳万丈高的世情崖，证明他对自己的爱。却没想到许仙竟然想都没想就直接答应了下来。姑娘以为我会拒绝吗？那姑娘便当真不知道痴人为何是痴人了。第二天的53刻，虽然白素贞没有准时出现在世情崖，但许仙却依然毫不犹豫地径直跳了下去，而白素贞的心理防线也在这一刻彻底的崩溃了，终于决定暂时放弃成仙，成为许仙的妻子。今生今世，我只想和你平凡的在一起。不过白素贞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了断，她让许仙3日之后再来白府，到时若门口上悬挂着许仙的那把破油纸伞，白素贞便嫁与许仙为妻。和尚，你也是人，人都有7情6欲，你又何必如此不解风情呢？白素贞在世情崖底与许仙定下了一伞之约，回到家后脸上便始终挂满了幸福的笑容，还告诉小青家里马上就要办喜事了。可是就在此时，小青却意外发现了白素贞根本没有吃下忘情丹，她马上跑来质问白素贞为什么连她这个好姐妹都骗，而且更不应该为了许仙就放弃成仙的伟大事业。但是感情这种东西，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当白素贞看到许仙毫不犹豫纵身跳下世情崖的那一刻，她就已经彻底想明白了，姐姐要这个男人，我要定他了。可小青还是不能接受白素贞为了许仙竟然连自己这个好姐妹都骗，这让她觉得白素贞从始至终都没有把她小青放在眼里，当即被气得离家出走。就在这时，房间中的观音神像突然散发出点点光芒，白素贞连忙跪下请求观音菩萨恩准她和许仙在一起。待帮助许仙完成开药堂和娶自己为妻这2个心愿后，就立即抽身离开，专心修炼成仙。如若再眷恋红尘，宁愿身葬雷峰塔之下。白素贞说完后，观音菩萨的神像便散发出更加强盛的光芒，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白素贞却全当是观音菩萨已经答应了自己所请，马上就高高兴兴地来到白府大门外，将许仙的那把破油纸伞高高挂在了门楣之上，只等许仙3日之后前来提亲。再说小青离家出走后，来到一家酒肆喝得烂醉如泥，同时也在怪罪姐姐过了这么久都不来追自己回去。可是就在此时，金山寺里法海的敲钟声远远地传来，顿时让小青神魂颠倒，全身伤口裂开，疼痛难忍。小青大怒之下，当即决定去金山寺找法海新账旧账一起算。他来到金山寺后，发现法海正在蒲团上打坐，当即裸露出雪白的肩背靠了上去，想要引他犯色戒。然而法海却丝毫不为其所动，仅仅是双手一震，便将小青震飞出去数米远。妖孽，你今天尽管来试我好了，我法海的双脚若踏出这蒲团半步，就算我输。法海说罢，便不断念诵观音心经，散发出一圈圈的金色佛光，而小青顿时觉得神魂颠倒，头痛欲裂。但是他当然不肯如此轻易地向法海认输，于是就施展幻术，将法海带进了须弥幻境，并且变成了他认为天底下最美的白素贞的样子，试图勾引法海破戒。法海看到白素贞突然出现，心中一喜，但是紧接着就马上紧闭双眼，不断地口诵阿弥陀佛。然而白素贞却是上前紧紧搂住了法海，并且不断地对其上下其手进行挑逗。和尚，你也是人，人都有7情6欲，你又何必如此不解风情呢？就在法海马上快要忍受不住白素贞对自己的挑逗时，小徒弟10天却突然敲响了寺里的大钟，让快要沉沦的法海终于从须弥幻境中清醒了过来。妖孽，敢坏我的修行！法海气急败坏下，挥动禅杖不断地打向小青，小青顿时被打得左躲右闪，狼狈至极。幸好白素贞及时出现，挥动白蚁仙剑挡住了法海，并且吩咐小青赶紧离开这里。随后白素贞便与法海再次动起手来，但是法海之前早已被小青变成的假白素贞撩拨得心烦意乱，此时哪里还是白素贞千年道行的对手，很快就被白素贞以剑柄打在胸口，差点避过气去。你的心魔已深入心底，如果还自不量力的话，必当欲火焚身。白素贞说完便收剑转身离去，而法海恼羞成怒下立下誓言，不管自己付出多大代价，都一定要镇压白素贞。天亮后，许仙如约来到了白府，打算向白素贞提亲。可是映入眼帘的却是破落不堪的白府和被随意丢在地上的那把破油纸伞。
许仙不敢相信自己再一次受到了白素贞的欺骗，慌乱中扭头时，恰好发现了不远处的法海，连忙追上去询问法海是否看到2位姑娘从此经过。法海当即告诉许仙，白府中的2位小姐已经离开了钱塘县，并且以后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我们的房子呢？白府去哪儿了？白素贞和小青离开金山寺回到家中，这才发现自己的家已经变成了一堆废墟。白素贞意识到与许仙的一伞之约遭到法海的破坏，当即不顾普渡大仙和小青的反对，要去找许仙解释。老神仙，我真的不能再负许仙了。百度大仙和小青看到白素贞已然对许仙用情如此之深，最终也决定成全他们2个的姻缘。不过小青却非得拉着白素贞先回家梳洗打扮一番，而且白素贞还在家磨磨蹭蹭地绣了一块鸳鸯手帕，直到3日之后，这才晃晃悠悠地去往宝智堂寻找许仙。结果却恰好看到连翘姑娘陪着许仙外出看诊，并且还听到看病的大婶对连翘一口一个许夫人称呼着。姐姐，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自从那日许仙从白府回来之后，心灰意冷的他再次变得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而连翘在得知白素贞离去后，也对许仙大胆示爱，并且对许仙各种无微不至的细心照顾，甚至慢慢的被很多左邻右舍称为了许夫人。白素贞看着许仙连翘亲密的样子，黯然神伤，于是丢掉鸳鸯手帕，转身伤心离去。但是白素贞在茶饭不思的1个月后，终究还是心有不甘，就在暗中开了一家保和堂药铺，将许仙聘为了问诊大夫，并且设计帮助许仙成为了钱塘县远近闻名的神医。而许仙即便有一个对他无微不至、细心照顾的连翘陪在身边，却仍然会对把自己伤得体无完肤的白素贞念念不忘，甚至在梦中都会因为白素贞的离开而流泪惊醒。白姑娘是你吗？白姑娘，暗中目睹一切的白素贞终于确认了许仙心中还有自己，于是大大方方的和小青再次出现在了许仙面前。只是许仙虽然还深爱着白素贞，但一来他被白素贞伤得太深，不敢再轻易拿起对白素贞的感情；二来连翘一直真心喜欢他，千方百计的对他好。许仙也害怕自己选择了白素贞而伤害了连翘，而且白素贞又不能说出因为自己是千年蛇妖，所以才会被法海破坏了2人一伞之约的事情。于是许仙、白素贞和连翘3个人的关系一下子就这么僵住了。一个有情，一个有义，难呐。再说另一边，法海由于多次触犯戒规，被金山寺的主持赶了出来，无处可去的他只能和小徒弟石天暂时栖身在了雷峰塔。但是饥寒交迫的生活却让石天很快就得了重病。法海为了买药，只好忍痛当掉了他的宝贝袈裟和金刚禅杖，却依然由于不够钱，被济仁堂的大夫给赶了出来。幸好在好心人的指点下，来到保和堂找许大夫，才终于求到了草药。不过在得知许大夫就是许仙之后，法海也马上意识到保和堂的老板肯定就是白素贞，于是再次警告许仙一定要远离白素贞这条千年蛇妖。结果却招来了许仙的一顿臭骂。白姑娘和小青姑娘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看得一清二楚，用不着你这个看不清的来告诉我。法海气急败坏下说出是自己毁掉了白素贞和许仙的一伞之约，随即把草药丢给许仙，便敲打着竹棒气愤地离开了。但是得知真相的许仙却异常开心了起来。白姑娘答应我了，白姑娘答应我了。法海，你竖起耳朵听清楚，我爱定了许仙，更要定了许仙。白素贞和小青在大街上看到天空中法海驾云飘过，于是暗中跟踪他来到了悬崖边的雷峰塔。两人进入塔中，正好看到了感染寒疾、浑身打哆嗦的石天。白素贞连忙施展法力帮他治疗。就在这时，法海从旁边的角落里走了出来，大喊：“妖孽，离我徒弟远点！”随即便挥动竹棒上前，试图阻止白素贞施法。但是没了宝贝袈裟和金刚禅杖的法海已经不是小青的对手，几招下来就被打得狼狈倒地。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就像一条狗。此时白素贞终于施法完毕，她质问法海自己修炼至今从没有伤害过半条性命，为何你非得要处处与我针锋相对呢？但法海却认为白素贞迷惑许仙就是为了吸取他的精气，增强法力，否则你为何故意将那不忘情的办法告诉许仙？我对许仙动了情。妖孽就是妖孽，白素贞，这情字也是你配提的吗？法海脱口说出许仙离开半步多时，就是自己变作白素贞的模样，让他失去了记忆，却没想到让白素贞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要和法海赌一次。不如我们斗一斗，我若赢了，许仙便是我的；我若输了呢，素贞就是你的了。白素贞带着小青来到了她与许仙在人间第一次见面的断桥上，而没过多久，许仙果然抱着他那把破油纸伞，也匆匆忙忙地来到了这里。就这样，白素贞和许仙之间的所有误会终于烟消云散，两人在此以3杯酒情定终生。我愿意履行我的诺言，做你的娘子，从此白头偕老，永无二心。
3日后，许仙和白素贞便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只是他们刚刚送走宾客，天空中就开始乌云滚滚。随即，白素贞就感应到虚空中似乎有无数法眼在死死地盯着她。紧接着，夜空中又是一声炸雷，击中了后院的大树，燃起熊熊天火。这是天雷，是警告天下6道妖魔的天雷。小青害怕这些异象全都是老天爷对他们的警告，于是想拉着白素贞离开这里。毕竟白素贞已经帮助许仙完成了他开药铺和娶自己为妻的2大愿望。可是此时新婚的白素贞又怎么舍得就这样离许仙而去？她安慰小青，等自己找机会跟许仙把一切都说清楚之后再离开。随即便进入了洞房，与许仙开始打扑克。只是不想看到他们2个成亲的不只是老天，还有法海。法海舍弃自己收妖的金钵，给生病的10天换了1碗白粥，由此获得了佛祖亲赐的天罗金钵，并且包装了一番，当做贺礼送进了保和堂。而小青在高高兴兴的拆盲盒时，受到金钵佛光的照射，顿时经受不住现出了原形。姐姐救我！我要现原形了！白素贞假装醉酒不舒服，支开了许仙，连忙出来救助小青。只是这佛祖亲赐的天罗金钵实在太过厉害，就连白素贞也抵挡不住多久，只好让小青暂时躲进了莲花池，以防吓死许仙。却没想到那天罗金钵竟也紧随其后追进了莲花池中。此时许仙端着醒酒的酸梅走了过来，而莲花池中小青被天罗金钵逼得大长尾巴不住地甩来甩去。白素贞无奈之下只好一巴掌拍晕了许仙，随即便施法将那天罗金钵从莲花池中引了出来。然而白素贞的千年法力却敌不过这天罗金钵，被打得匍匐倒地。而大和尚法海也终于敲打着竹棒大摇大摆地现身了。我的贺礼如何？收礼吧！法海持金钵上前想要收服白素贞，然而天罗金钵虽然厉害，但是法海的法力实在太差，不过3两招之间就被白素贞点住穴道，封闭了五阴。饱受折磨的小青当即就想斩草除根，杀了法海，但白素贞却不愿在自己大喜的日子制造杀孽，于是就让小青将她带出去，随便丢在荒郊野外就好了。可是却没想到小青竟然将法海丢到了遍布妖魔鬼怪的五毒山。他的本意是希望这里的妖魔鬼怪能将法海吃掉，但他不知道的是，那天罗金钵每收一个妖魔法力就会增强1重，反倒帮助法海在此处意外修炼出了无上法力。天哪！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的惩罚我们？为什么妖就不能动情？动情错了吗？难道爱一个人错了吗？白素贞不顾成亲当日的天雷警告，从此与许仙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然而就在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大和尚法海突然再次出现在白素贞的面前，警告她违反天条，与许仙人妖结合，已然引起了天谴。如若你再继续执迷不悟下去，钱塘县的所有百姓都将因你而死。你罪孽深重，只有我能救你。但白素贞却根本不信法海所说天谴之事，她认为自己与许仙结为夫妻，恩爱和睦，何罪之有？但是观音菩萨却也降临现身在了白素贞的面前，斥责她泥潭深陷，违背誓言，触犯天条，并且劝白素贞还是离开许仙，继续寻找眼泪成仙吧。但白素贞却依然不听劝告，不愿离开许仙。她将家中所有人集合起来，准备带他们一起离开钱塘县，躲避这场浩劫。但是许仙听后却决定留下来。若钱塘县真的有一场浩劫，随之而来的定是瘟疫横行。他身为保和堂的大夫，又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选择逃命呢？娘子，你怎么说？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你留下我就留下。可是这场瘟疫的厉害程度却远远超出了众人的想象。仅仅不到3天，整个钱塘县就已经尸横遍野，死伤无数，甚至就连许仙也受到感染，躺在白素贞的怀中，慢慢没了气息。天哪！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的惩罚我们？为什么妖就不能动情？动情错了吗？难道爱一个人错了吗？白素贞不甘心许仙就这样死去，于是在百度大仙的帮助下来到了南海，求观音菩萨可以给他一个治病救人的良方。我早已经警告过你，谁知你执迷不悟，眷恋红尘，也该遭此一劫。我无法帮你，你去吧。观音菩萨本来不想再搭理白素贞，但是终究不愿看到钱塘县的无辜百姓遭此浩劫，最终还是告诉了白素贞一个方子，让她尽管一试。钱塘县的瘟疫只有找到断肠谷中的6株断肠神草研磨形成断肠散才可以解除。可是要想得到6株断肠神草，须得由6个人同时攻入断肠谷内6位魔君守护的6大魔阵，而6位魔君将会变成你心中最重要的人的样子。闯阵之人必须得做到断情绝爱，杀死他心中最重要的人，才能获得断肠神草。可是现在的钱塘县早就变成了一座死城，白素贞和小青又去哪里可以找到4个陪他们一起闯阵的人呢？谁说这人都死光了？大胡子，
大胡子带着连翘突然出现，让白素贞和小青十分惊喜。而最后的2个人也紧接着主动现身，竟然是大和尚法海和他的小徒弟石天。随即6人便在百度大仙的帮助下，很快就到达了断肠谷，开始闯阵。大胡子、连翘、小青、石天4个人都很轻松地闯过魔阵，拿到了断肠神草。但是另一边的法海却遇到了麻烦，因为他所在的阵法中出现的他心中最重要的人，竟然是白素贞。法海，没想到吧？你心里最重要的那个，竟然是我，一个蛇妖！法海大吼大叫着，白素贞绝不可能是自己最在乎的人，但动起手来却始终不舍得对这个假的白素贞下杀手，直到最后被假白素贞凌空一剑穿胸而过。法海这才终于狠下心来，抛出禅杖将那假白素贞打得灰飞烟灭，得到断肠神草，闯出了这座魔阵。小徒弟石天帮助法海拔出了体内的长剑，抛在一边，却被小青猛然间发现那长剑竟然跟他姐姐的白羽仙剑一模一样。让我知道了吧，和尚，我知道你心里最重要的人是谁了。法海心虚的一掌打向小青，而小青闪身躲过，也拉开架势，打算跟法海一较高低。幸好有大胡子上前劝架，才终于让水火不容的2人暂时止戈。再说另一边，白素贞闯入阵中，她心中最重要的许仙也随之出现。只是白素贞明知道眼前的许仙是阵中魔君假扮的，自己只要杀掉他就可以成功闯关，得到断肠神草，但他却无论如何都下不去手。直到外界中的5人等得开始焦急起来的时候，白素贞才终于拿到了断肠神草，闯了出来。随后百度大仙再次开船送6人返回钱塘县，他们也终于研制出断肠散，去除瘟疫，解救了钱塘县的所有无辜百姓。只有法海依然惦记着想让白素贞快点到自己窝里来。好难受，白素贞担心会在端午节的时候忍受不住现出原形，于是带着许仙躲进了半步多客栈。而小青暗中前往金山寺探查法海的踪迹，却意外发现受到法海体罚被冻成了冰疙瘩的石天。小青将石天带进了半步多客栈，央求白素贞救治。白素贞毫不犹豫地逼出体内仙丹给石天服下，这才终于救了他一命。但其实这一切不过只是法海的阴谋。原来之前石天无意中发现师父法海每天让自己喝的草药，都是为了抑制不让自己长大，以防止自己因为长大而失去天眼，无法帮助法海降妖除魔。石天为了能够得到解药，跟其他小孩子一样长大成人，只好答应来到半步多客栈后会找机会暗算白素贞，将法海亲自开光的金针扎进了他随身携带的蛇皮7寸之处，并且偷偷将1包雄黄粉加进了客栈的酒中。白素贞7寸受制，再加上误饮雄黄酒，果然经受不住现出了白蛇原形。好难受，许仙就这样被现出原形的白素贞活活吓死了。为了救活许仙，白素贞和小青来到昆仑山南极仙翁处求得灵芝草，却不想法海竟然趁机抢走了许仙的肉身，并且留言只有白素贞亲自到金山寺行3拜9叩之礼，他才会放人。白素贞为了救出许仙，无奈只能照做。而法海见状，终于开心地笑了起来。妖孽就是妖孽，就是这么下贱。可是没想到，虽然法海收下灵芝仙草救活了许仙，却依然不肯放他离开。法海知道白素贞腹中孩子乃是文曲星托世灵凡，在文曲星出生100日内，他是拿白素贞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所以法海只能将许仙留在寺内，才能拆散他们这对大逆不道的人妖之恋。你不要我，你要许仙。另一边，许仙醒来后也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不管白素贞是人还是妖，他都要和白素贞在一起，生死不弃，并且当即就要跑去找法海拼命。可是当他从石天的口中得知法海祭炼了一件极其厉害的宝贝袈裟，要治一心想将自己救出金山寺的白素贞于死地时，许仙却又害怕了。他实在不忍心白素贞为了救自己而受到伤害，于是来到金山寺的山门前，跪在地上求白素贞赶紧离开这里。法海要的人是我，我不会有事的。你好了，我便安心了。许仙说罢便起身主动回到了金山寺内。可是白素贞又怎么会如此轻易放弃许仙呢？他在百度大仙的帮助下水漫金山，想要逼法海放人。然而法海此时的法力实在太过强大，白素贞把大水长高1尺，法海便将金山寺升高1丈。白素贞就算有再多的大水都无法淹没金山寺。而且就在此时，她突然感觉腹痛难忍，肚中孩子即将出世，最终只能无奈退去。另一边，法海将许仙带到了心境台，打算让他对白素贞彻底死心。许仙看到心境中的白素贞突然变成一条巨蛇，再次被吓得魂不附体，栽倒在地。但这也不过只是一个普通凡人的正常反应而已。我娘子从未做过半点伤害我之事，即便她是妖，她对我这般好，我也无话可说。许仙说罢便转身紧紧地盯住了心境中的白素贞。我要定我娘子了。而法海的心境却随之砰的一声炸成了碎片。但法海却还是不甘心，竟是直接将许仙带到大雄宝殿，想要强行给他剃度。
可是此时的许仙心有白素贞根本与佛无缘，剃掉的头发竟然还没有长得快。最终法海不仅没能将许仙强行剃度出家，反而因为他对铲除白素贞的执念太深，引得大雄宝殿内的金佛流泪。金佛滴泪，难道世上又有妖魔出世？难道法海他成了魔？我全都明白了，我娘子不是妖，你才是妖，法海。金山寺内金佛滴泪，法海一念成魔。许仙潜心跪拜，祈求佛祖放自己下山，与即将临产的白素贞团聚。随着大殿内金佛绽放出璀璨绚烂的金色佛光，法海团坐在佛像面前口诵佛号，不再阻止许仙。许仙急匆匆地冲出金山寺，遇到了前来接应的南极仙翁。南极仙翁将许仙带到了西湖岸边的断桥上，与白素贞相聚，并且告诉小青两人有一场师徒缘分，期待将来小青可以来昆仑山找他拜师，随即便消失不见了。然而小青却抽出青红仙剑架在了许仙的脖子上，想要杀了这个背叛自己姐姐的没用的负心汉。难道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吗？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也许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怀疑了。白素贞太美，又对许仙太好，为他牺牲了太多。人世间怎么会有如此毫无要求的爱情？所以许仙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猜到了白素贞根本不是人。可是那又怎么样呢？爱了就是爱了，爱情从来都是不讲道理的。许仙和白素贞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而随后白素贞也在摆渡大仙的小船中顺利产下一子。两人连同小青一起回到白府中，度过了3个多月幸福快乐的生活。然而已经成魔的法海又怎么会轻易放过白素贞呢？白素贞，你的死期到了，你的死期到了！法海话音刚落，白素贞家中的油纸伞便突然升上半空燃烧起来。他知道法海还是不会放过自己和许仙，于是将自己1000多年的法力全都传给了小青，希望他能带着已经收集到的那些眼泪继续修炼下去，从而可以得到成仙。然而小青既不想做神仙，也不想嫁于凡人为妻，她只想做一条简简单单的小青蛇。小青明白白素贞一定要赶走自己的苦衷，她也不愿再勉强姐姐，只是跪在地上磕了3个头后，便毅然前往南极仙翁处拜师学艺了。等我学成，我先杀死那法海。时间很快就到了白素贞和许仙的孩子百日的这一天。许仙因为药铺有急事临时出去了一趟，而摆渡大仙突然来到白府，捎来了观音菩萨的口信。原来是观音菩萨感应到了法海已经成魔，念在当初的点化之情上，便打算让白素贞先到南海暂避。白素贞本不愿离开许仙，但耐不住众人的苦苦相劝，终于还是随摆渡大仙赶往南海。可是卑鄙的法海却变成许仙的样子，吸引白素贞回了头。面对法海的赶尽杀绝，白素贞终于不再害怕。他安慰许仙站稳些，不要为自己伤心流泪。法海没有赢，赢的是我们有的他这辈子都不会懂。而许仙也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天意不可违，只是流着泪再一次将两人定情的那把油纸伞送给了白素贞，为他遮风挡雨。法海，你不用收我自愿走进雷峰塔。白素贞离开时留下了生老病死、爱恨别离中的最后一滴眼泪，随后便毅然决然地进入了雷峰塔之中。而不久后，许仙也来到了金山寺，自愿出家为僧，只因为法海定下了雷峰塔100步之内非出家人不得擅入的规矩。法海知道许仙的用意，当然坚决不肯。师傅，你怕了，你怕了法海，可是还不够怕，我要你更怕。许仙对白素贞的痴情终于完全击溃了法海的心理防线。看着转身离去的许仙，踉跄回头，终是被心魔所困，转眼间须发皆白。许仙来到雷峰塔外，询问白素贞是否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唤。白素贞虽未回应，但两人定情的那把油纸伞却从塔中慢慢地飘了过来，随即停在许仙的正上方，缓缓打了开来。娘子，我没有违背我的誓言，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就这样，白素贞和许仙一个困在塔内，一个在外面扫塔。虽然他们始终无法相见，但他们的心却早已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永远的在一起了。即便是多年过后，许仙已经变得老态龙钟，可白素贞却依然为他撑着那把破的只剩骨架的油纸伞，直到700多年后，雷峰塔终于轰然倒塌。